每一次看肖战的采访都是一种视听享受。我认为就是我们作为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自然人，我们需要去扛起这个时代的一份责任。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要迎难而上；在面对绝境的时候，我们要团结。想要给当下年轻人传递的，我认为就是德贤景致的精神。德贤就代表我们现在很平静，然后很安稳的生活。那景致就是我们要守护这一份生活，我们需要去承担的责任。祝大家可以拥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和稳定的内核，可以永远的做自己，然后不怕困难，永远向前进。谢谢。总会被肖战的采访折服。你是如何理解为家园挺身而出的精神在今天的这个意义？想通过这部作品给当下的年轻人传达出怎样的力量？我觉得莫德贤的那种为家园挺身而出的这种精神，是他从守护小家到保卫大家的一个崛起。我觉得如果放到当下的这个时代来说的话，我认为就是我们作为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自然人，我们需要去扛起这个时代的一份责任。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要迎难而上；在面对绝境的时候，我们要团结。想要给当下年轻人传递的，我认为就是德贤景致的精神。德贤就代表我们现在很平静，然后很安稳的生活。那景致就是我们要守护这一份生活，我们需要去承担的责任。您如何理解家国情怀？字面意思先出发吧。家对于每个人来说是根基，那国我觉得是承载着无数家庭和人民的命运和未来。所以我觉得家国情怀我认为不只是一种情感表达，更多的是一种个人、家庭还有家国之间的紧密联系。而《如梦之梦》是否加入了我自己的创作，我觉得不能这么说，因为《如梦之梦》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话剧跟团队，因为他们其实有之前演了很多年的经历，所以其实我的加入，这么说吧，我觉得就很像螺丝钉，每一颗螺丝钉都拧得很紧，然后当然只是由我肖战去演出，那肯定会融入我肖战本身的一些特质在里面，这些是我认为是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而不是刻意的我想要去加入一些创作。所以到后面其实更多的是放松，会感觉时间的间隔跟缝隙然后变得越来越大。你可以在这个缝隙里面去做更多的事情。是痛苦出好作品还是舒适出好作品呢？我觉得作为演员来说，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我们不能去决定一个作品它的结果是好还与不好，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而为。具体落实到这个过程，它是让你觉得很累很艰辛，或者是让你觉得很快乐很舒适，我认为这两种过程的结果它都有好有坏，所以我认为我没有办法去评价这个，我认为我给不了答案，因为我觉得它都会发生50%。听说在剧组导演和肖战应该是互卷的一个状态，是吧？不敢当。谁更卷一些？肖战觉得？我一直觉得，与其说卷，不如说，就像刚刚梁老师说的，我觉得导演非常的认真，然后以及永远都充满热情。所以其实我们在现场都是跟随导演的脚步，对，我努力的跟得紧一点。《藏海传》太给中国长脸了，日韩平台抢着引进，泰国单机最高播放直接干到800万，就连剧中18项非遗细节都被海外观众连夜深扒，难怪这部剧能被称为国剧之光。很多人只看到了《藏海传》播出后横扫全球的热度，却不知道这部被捧为国剧标杆的作品，从筹备的第一天起就憋着一股要把中国故事、中式美学做到极致的劲儿。毕竟拍出过《甄嬛传》《芈月传》的郑晓龙导演最懂什么叫细节就是情节，这也是他继《芈月传》之后时隔10年再度出手古装大剧，一出手就直接拉高了整个行业的门槛。现在很多古装剧3-5个月拍完，半年就能上线开播，可《藏海传》光是前期筹备，郑晓龙就带着团队死磕了整整2年。整部剧以明朝为历史基底，大到建筑朝堂，小到一句称谓、一个餐具的摆放，全都是照着史料考据着来的。为了还原明代建筑的风骨，剧组耗时半年，纯靠榫卯结构搭建出了一整座平津侯府，每一处都严格遵循古制，官府补子照着大明会典定规制，服装纹样用宋代的角鞋技艺手工染制，甚至连地宫的砖瓦都是拓印自南京明城墙的遗址，更别说朝堂昭仪、日常衣礼，还有剧中出现的所有诗词成语，全都是出自明朝及之前的典籍，全程有历史顾问把关，硬是把文化细节的差错率降到了0。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正是火遍全球的核心根基。导演对细节死磕到底，主演肖战更是把这份较真儿刻
刻进了角色的骨子里。这可是肖战从业以来第一部全程用同期声的古装剧。要知道，古装同期声的难度本身就很高，更何况藏海的台词里全是生僻的堪舆术语和古雅表达，一个咬字不准，一个重音不对，人物的气场和古韵就全没了。为了扛住这份考验，肖战全程跟着台词老师打磨，每天收工回到酒店，别的事都先放一边，就对着剧本一句一句抠，直到把每一个专业术语念得精准无误，每一句台词的情感层次都贴合人物当下的心境。可比起台词的难关，真正让藏海这个角色活过来的是肖战藏在镜头里，连导演都忍不住称赞的沉浸式细节设计。为了贴合藏海从背负血海深仇的复仇少年到心怀天下的家国国士的完整蜕变，他专门手绘了一张角色成长生命图，把藏海每个阶段的心理状态、性格变化都拆解的明明白白。哪怕剧组是跳着拍的，他也能瞬间精准进入人物对应的状态。他还主动给角色加了很多生活化的细节，在山洞里久居后突然见光，会下意识的眯眼躲闪，遭遇极致的痛苦时，不是歇斯底里的嘶吼，而是先有反胃干呕的生理反应，用最克制的表演演出了最汹涌的情绪。要说藏海传能火遍海内外，最狠的杀招，那就是他直接把18项国家级非遗融入了剧情里，成了推动剧情、塑造人物的核心部分。比如平津侯府和墓道里的机关全是用传统榫卯营造技艺做的，藏海用营造法式里的勾连搭结构设下的计谋，让榫卯智慧成了角色的高光。泰顺非遗要发木偶在枕楼上演，樟木雕刻的木偶搭配烟花机关，完美复刻了辛弃疾笔下东风夜放花千树的宋代盛景。还有放大尺寸打造的皮影戏，被网友称为古代巨幕影院，用光影的明暗暗合了朝堂之上的权谋博弈。除了这些，还有角鞋染织、木雕、秦淮灯彩、昆曲唱腔，全都是非遗传承人亲手手工打造，每一处细节都经得起观众逐帧拆解。而最让人骄傲的是，这些我们自己都未必能全说清的非遗技艺，反倒成了海外观众读懂中国文化的破译密码。剧集一播出，海外网友直接开启了显微镜追剧模式，自发整理出了剧中的非遗清单，逐帧对比文物原图、工艺史料，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非遗破译热潮。评论区全是中国古人的智慧太惊艳了的感叹。也正是这份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底气，让藏海传成了国剧出海的硬核王牌，真正做到了给中国长脸。这部剧发行覆盖了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开播就直接引爆了海外市场。以前我们总说日韩的影视文化输出厉害，可现在倒好，韩国的一个频道专门抢着引进，登陆后连续1周霸榜长剧市场，登顶2大平台海外剧集榜，日本 C7 平台同步播出，让它成了2025年日本引进热度最高的中国古装剧。而在泰国，这部剧更是直接火出了圈，单集最高播放量干到800万，开播当天就登顶当地趋势榜 TOP 1，无数观众沉迷在剧中的堪舆哲学与中式美学里，全球口碑更是直接拉满， IMDB 评分高达 9.5 分，是2025年所有中文剧里的最高分，剧集海外观众占比更是超过 30%。 它不光是让海外观众看了一部好剧，更是带动中式美学、中国侠文化成了全球高频词，甚至有很多国家的观众因为这部剧开始自发学习中文，专门研究中国古建筑与非遗文化，实现了真正的文化破圈传播。